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仔。这一期呢，来看一下新发布的这个无极的250双 R 啊，这个新的版本，也就是这个降低售价的版本啊。现在这一版本的售价呢是15499，也就是15499元。那现在的价格其实已经做到了比阿春更低啊，而且它的配置比阿春更高啊，这个就反复虐打阿春啊，这个建议阿春赶紧智能起来啊，这个减价也要增配啊，这个向无极学习一下啊，但就不吹无极了啊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啊。首先的话，它现在这一版呢，它是用了两个配色啊，一个呢是这边这个灰底蓝调的这个配色啊，这个配色呢就相对来说更加的均衡一些啊，大家选择会更多。然后这个底漆的话，它看起来是哑光，其实它是有一些这种星光漆的这种珠光粉在里面的啊，所以在日光下面看起来它会有一点闪耀的这种感觉啊，质感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另外那边呢就是一个黑底粉调啊，然后整个发动机的话，就还是它之前的那个单缸250水冷的那个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9.2匹，跟阿春基本持平。然后呢，这个发动机就跟之前那个一样啊，没什么变化，在国产这个级别呢，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水平。前面的碟盘呢是给了你一个单碟带 ABS。然后是31毫米的一个卡钳啊，这个不是碟盘，这个碟盘还挺大的，上面还给了你一个就是 TCS 的一个标识，然后一个精致的一个倒置前叉，然后这个倒置前叉是不可调的啊，是不可调的。后面的避震器呢是给到了一个中置的避震器啊，这个避震器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弹簧减震啊，它也没有带气囊啊、小瓶啊那种也没有带啊，它的角度是比较竖直的，就很多运动车它会比较斜着一点，它这个是完全竖直接近90度的一个角度啊，我不知道这个工程师那边有什么考量，它的整个后屏叉是比较好看的。然后这个脚踏的话呢是一个原厂带可调的啊，就你可以调节它的高度和向后的程度，就你就不用去花钱去升级升高脚踏了，那它原厂就给到了你一个这种可以升高调节的一个脚踏，而且它的整个减震的这个棍子啊，这个棍子也是一个就是改装款的那种一个棍子的一个造型，它并不是给你做那种像橡胶垫啊、缓冲啊那种的一个造型。然后它下面是带碳钉的，这个碳钉的话，就是如果说你磨到碳钉，那就说明你的倾角已经有一些大了，那你就要考虑是否要就是回正一些啊，就是不要倾角做的太大，因为这个车的话，它虽然说用到了一个前110后150的一个运动配方的一个轮胎啊，但是鉴于这个车它还是一个比较街道化的一个定位啊，所以在马路上还是就不建议大家驾驶的太过于激进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总体来说一下这个车啊，这个车就是现在它比较好的一个优点啊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它前面有一个对四活塞的一个辐射卡钳，然后呢，它有一个150的大宽后胎啊，150的后轮胎啊，在这个级别150确实还是挺宽的。然后它还有到一个彩色的液晶仪表，这个车给到了一个液晶仪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它的这个仪表的话，因为这台车还没有通电，所以没有办法点亮。但是比起别家，就是其他家，就到这个价位啊，你砍价的同时也会给你降低配置。那仪表基本上就是单色复显的啊，更不要提什么交互的一个功能。那这个仪表的话，它是一个液晶仪表，但是它不支持就是那种全功能的投屏。它就销售说是它可以用蓝牙连接你的手机上的一个软件，然后可以查看一些特定的信息，就它有互联功能，但它不能投屏。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彩屏，还是比较好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它带一个小定风翼啊，这个定风翼的话就相对和谐啊，也没有说特别和谐，但整体放在上面还是比较好看的。然后呢，咱们跨上这个车啊，首先说明一下，左边这台车的话呢，它的整个坐高和它的车把都是调低了的一个角度，就这个车它的一个坐高是可以调节的。它的整个坐高最低可以降到770啊，最高是790，它有一个20公分的一个调节的一个空间。那它的前面的一个就是车把也是可以升降调节的，然后它的脚踏也是可以升降调节的，所以说这个车的整个骑行三角的动态调节还可以啊，这个在这个级别里面还可以，它调节的范围还挺广的。然后现在这台车的话是770的一个坐高，然后它的减震降低了，我骑在上面的感觉就是上半身就并不趴啊，相对还是比较直立的，以跑车的标准来说。然后的话呢，脚踏下去的感觉是，因为我178的一个身高啊，脚踏下去的感觉呢是有一点憋屈啊，就有一点太折叠了我的大腿。那770确实有点太矮了，790的话肯定会舒展很多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是它的整个的脚踏，就是右边这个脚踏啊，我觉得它有一点太向内了，有一点太向内了。就是它踩刹车的时候啊，感觉有一点蹩脚啊，不是很顺手。这个的话，后期调节你把它位置靠外一点，然后呢，它脚踏的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后，而且
比较高的。所以说我就建议大家，如果说你要考虑这个车的话啊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对应的坐高以及脚踏位置的调节。比如说你像我一样178，那么肯定就上最高790的坐高。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个子比较矮的啊，那你就可以买770，然后把前面脚踏呀这些各方面扶手啊都降低一些，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骑起来就更舒服啊。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。